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唐青书爸爸的公司今天破产了，而他为了找个地方暂住，没打招呼就去了男朋友的公寓，只是看一眼床上痴缠在一起的男女，唐青书便潇洒地甩门而去了。可有人还嫌不够丢人，一把拽住了他，四目对视，唯有怒火。青书，你怎么突然来了？周泽峰有些指责地问。唐青书鄙夷的一笑，是挺突然的，我爸上午破产，你下午就找好下家了。周泽峰，你速度够神的。对了，若没看错的话，他好像是某个18线演员，是吧？他明显心虚地松开了手。我可以给你补偿，只要你愿意祝福我幸福。渣男还想得到原谅，且这么理直气壮，唐青书真觉得自己当初眼够瞎。好啊，周哥哥。唐青书眼看有人走近了，朝他抛个媚眼，才匆匆离开了。背过身去的瞬间，他眼眶都红了。你跟他不会再依依惜别吧？童希彤狐疑地掐住他的手背，微微刺痛，却让周泽峰嘴角上扬了。彤彤，我心里只有你，就那个蠢丫头，白送给我都懒得看一眼。这还差不多。他打消戒备后，就翘起脚尖，凑近闻上了他的薄唇。若不是贪恋这份痴情，又岂会花钱养这么个小白脸？毕竟他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唐青书从酒吧晃悠悠地出来后，眼见路边停一辆车，没多想就开门坐上副驾驶了。因为车里空调温度舒适，他放松地打个酒嗝，让整个车内都是刺鼻的味道了。下车，陆家胜眉头紧皱，瞥一眼误闯入的女人，大白天就浓浓的酒味，他也是倒霉，竟遇到女酒蒙子了。你是网约车司机，我即便喝酒了，你也不能拒载。唐青书话落没几秒，就呼呼睡着了。不论他如何使劲推一把，副驾驶座的人儿依然睡得稳如泰山，这让陆家胜叹口气，寻思前面就是警察局，倒可以把他丢门口。毕竟遇事找警察叔叔，这是他从小就知道的常识。然而不过几百米的路程，陆家胜竟然出车祸了。因为躲避不及，他开的车直接撞上路边的大树，车里的两人直接昏死过去。医院特护病房里，唐青书其实早就醒了，但碍于有人在聊事情，他又装睡了许久，直到他们起身出去了，才敢睁眼大口喘气。他竟然出车祸了，还是跟商界大佬陆家胜坐的同一辆车，这算不算倒霉透顶的一缕暖阳？反正自己也无处可去，不如跟大佬回家，过几天安生的日子。哥，你怎么在这？我终于找到你了。唐青书光脚站在走廊上，眼泪婆娑地望着陆家胜，不等他反驳，他已经死死抱住他的窄腰，手感不肉不腻一级棒，果然是个爱健身、自律的男人。有钱又身材好，这样的哥哥，他想来一打。这位姑娘，他是我的老板，不喜女人近身亲近，请你自重地撒手。一旁站着的张秘书一脸的惊愕，出声制止，却又想看好戏，简直矛盾的要炸了。哥，我是失忆了，但你是最宠爱我的大哥，不会觉得我有病就要抛弃我吧？唐青书赖在怀里，委屈地哭起来，梨花带泪的样子，以及死赖着不撒手，让陆家胜为难了。要不哥带你去看医生？
想装病骗人，他可不吃这一套。自己后脑勺撞击得更为严重，都只是轻微脑震荡，而他不过蹭破点皮就成失忆了，未免也太瞎扯了吧。唐青书眼看要露馅，抱得更紧了，在他耳边吹风地说：“哥，我想回家了。”老板，陆家胜一个眼神，让张秘书识趣地闭嘴了。望着抱人离开的陆家胜，他不仅被颠覆三观，完全就是天旋地转的感觉。这还是那个禁欲系的陆家胜吗？女人不能离他1米之内，不然暴怒如雷，说的仿佛是别人吧。这个女人演技这么拙劣，老板居然就相信了。看来春天真的到了，万物都要复苏了。张秘书眼角闪过一丝羡慕，春天到了，让他也想谈一次恋爱喽。车子停在了高档别墅门前，唐青书张大嘴，一脸惊艳的神色，让陆家胜尽收眼底。他挽上某人纤细的腰肢：“妹妹，你对这个家还有印象吗？”他一脸委屈地摇摇头：“不怕，哥会帮你找回记忆。”有意无意的，他加重手上的力度，让唐青书吃痛的想躲，竟意外撞向他的两腿间，尴尬的让两人都红脸了。“哥，我先进屋了。”唐青书拔腿就跑进别墅了，被甩在身后的人儿无奈的苦涩一笑，他这算不算偷鸡不成蚀把米？原本以为按照他的偏执脾性会一直孤独下去，甚至孤独终老。然而某人的出现竟让他改变了这个想法，或许身边多个妹妹也不算全是麻烦。“老板，我已经到楼下了。”张秘书发来了语音信息。“我让他马上出门。”唐青书一边吃饭一边紧盯着他，让他出门，难道是要赶走自己吗？他心里一下子不淡定了。“哥。”唐青书扯着他的衣角，眼泪汪汪地盯着他，像是受大委屈了，就让陆家胜轻咳一声：“我没想赶走你，家里没你的衣服，我让张秘书带你买几身新衣服。”他意味深长的眼神让唐青书心里发慌了。“我的衣服？”他憨憨地朝他傻笑着，心里飞速地在构思着要如何圆这个谎。“哥，我衣服都在车上，不会都撞坏了吧？”他一脸担忧地问。“应该不能穿了。”陆家胜眉头一挑，并没有直接揭穿他。一个有趣的女人，他倒想跟她多周旋一会。唐青书紧张的心终于落地了，他笑嘻嘻攀上某人胳膊，亲昵地说道：“哥，我想你陪我去逛街。”他不老实地摸着胳膊，嘴角微微勾起，难掩一副花痴的样子。其实不能全怪唐青书，他是外貌协会成员，对高颜值男人从来没有抵抗力。更要命的是，陆家胜是男神级别的男人，他怎可能放弃占便宜的机会呢？陆家胜本想拒绝，却鬼使神差地点头答应了。他只怪某人太能粘人，一时竟忘了推开。商场里，唐青书刚从洗手间出来，就碰到了童希彤。只见朝自己走来，他防备地拿起了防狼喷雾。“唐小姐，这么贵的衣服，你舍得买吗？一个破产的富二代，不应该活在水深火热吗？那也比你值3当3好啊！”童希彤被激怒了，难怪周泽峰不喜欢你了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若是足够优秀，又岂会被人抛弃？唐青书现在的状态不过是强装坚定罢了，哪里像自己事业爱情双丰收，
不要太幸福了。一个18线小演员，你养得起他吗？你，童熙童气的脸都白了，正想讨回面子，就见气宇不凡的陆家胜正缓缓走过来了。他赶紧地整理仪容，微笑着打招呼：陆总，好高兴见到你，你也在这买衣服，好巧。他没多言，只是敷衍地点下头。陆总，我请你喝杯咖啡吧，遇见即是缘分，正好我有一些工作要当面请教你。童熙童得意的一笑，他仿佛觉得自己的春天就要来了。我要陪妹妹，有事可以跟我助理谈。陆家胜的话，一是表示两人不熟，而是对他十分不耐烦。他是随便的人吗？显然不是。哥，你可算来了，他刚才打我了。唐青书眼眶微红的，捂着脸，一头扎进他的怀里，呜呜地哭起来了。这阵事他可就看不懂了，在印象里，陆家胜好像是独子。他薄唇紧抿，看一眼童熙童后，朝着身后招招手：张秘书，这是交于你来处理。是，老板。童熙童被张秘书拦住了，还不忘为自己辩解：陆总，我真没动手打人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他还以为能钓到金龟婿，原来竟是触到黄金单身汉的逆鳞了。这反差让他要疯了。你松开我！见人都走了，他一把推开了张秘书，指着他低吼：你少忽悠我！陆家胜是独子，唐青书姓唐，他们是兄妹。骗鬼呢！张秘书扯嘴一笑：有人规定不同姓的人不能成为兄妹吗？童小姐，你惹上官司了，还是操心一下自个吧。我知道了。话说一半，张秘书就打断了他：童小姐，越说越错，你确定要继续说下去吗？童熙童支吾半天，最终选择沉默了。眼前男人说的没错，他这次得罪了惹不起的人物了，估计自己的星途是要废了。车里，唐青书拽住他的胳膊，一脸感动地望着他：哥，有你真好，难怪我忘记了所有人，独独只记得你。如此近距离的端详，陆家胜五官俊朗，尤其小麦色的肌肤，让人看了不禁心颤。好一个模样俊俏的男人，让唐青书都看痴了。如果可以，他不仅想要哥哥，还想跟他更进一步。是吗？咱俩一个姓陆，另一个姓唐，可能是兄妹吗？他猛然凑近，似有深意地问。陆家胜的眼神挑衅而又霸道，十足的怀疑态度。唐青书轻拍一下他肩膀，笑呵呵地解释：哥，有谁规定不是一个姓的就不是兄妹了？还是你想让咱俩超出兄妹的感情呢？他试探地盯着他的双眸，只见深邃的眼睛，十分的淡定，让人看不出喜怒。唐青书心里忐忑了，不会这么快就露馅了吧？不得不提的一点，他确实忽略了事实这个问题。没有血缘关系的兄妹有点意思，他们此时就像老鼠和猫的关系，一个想跑，一个并不着急逮住，是吧？我也觉得很奇妙。哥，我饿了，咱能回家了吗？陆家胜淡漠地看他一眼，一脚油门下去，车子就飞驰出去了。看他淡定的侧颜，唐青书长吁一口气，他这是又糊弄过去了呗。他心底发誓，只要他不揭穿自己，唐青书就死乞白赖地继续演下去，有吃有喝，还有免费的靠山，他没理由不死赖着的。睡觉前，
唐青书手拿一杯牛奶，眼巴巴瞅着陆家胜：“哥，没有其他的了吗？你还想吃宵夜？我这就去喊张姨。”他转身想走，竟被身后人拽住了衣角：“哥，在我仅有的记忆里，你不该给我说晚安吗？晚安，睡个好觉。”他勉强的肉麻一次：“谢谢哥。”唐青书踮起脚尖，在他脸颊亲吻一下，就转身逃之夭夭了。与其说是兴奋，秒怂才更贴切。他这是游走在撩拨某人的路上，越走越偏了。陆家胜扯嘴一笑，这个女人还真是胆大妄为，就不知跟别的男人，她也敢如此放肆吗？他轻抚脸颊，竟有些许微烫的触感，不是被冒犯了，更像是被撞醒的微妙感觉。某日的公司里，总裁办公室，张秘书端来一杯冰美式，放在桌上，却并未着急离开，欲言又止的样子，让陆家胜不耐烦的皱眉，有话就说，别娘娘唧唧的。老板，您真打算收留唐小姐，当你的妹妹？明明破绽百出，还留在身边，未免就有点诡异了吧？你说的对，她是个精明狡诈的女人，不得不防。张秘书赞同的点头。老板，那我来处理。陆家胜摇摇头，继续说，为了谨慎起见，暂且别去动她，我倒想看看她能有什么大的阴谋。您的意思，张秘书，18线的事你处理的咋样了？公司花钱请你来，不是为了八卦聊天的。陆家胜直接岔开话题了。老板，已经准备全面封杀。还有一点，唐小姐似乎准备要自己解决一些事。让她自己处理。张秘书已经走出办公室，他望一眼窗外的天空，晴空万里，太阳也老实地挂在东边，咋他就觉得天要变了呢？某日的咖啡厅，唐青书来时，周泽峰已经等得快不耐烦了，但见他精心打扮的样子，美到耀眼，竟让他看吃了。若不是为了钱，自己还真舍不得唐青书这个绝美可爱的人儿。说吧，找我来啥事？他先开口的问。周泽峰嘿嘿一笑，青书，你我总归好过一场，分手也能做朋友的，对吧？最怕空气突然安静。唐青书打量他一番，才悠悠地说，你跟童希彤分手了，别瞎折腾，我是不会吃回头草的，怕个毁了牙。他很无奈地摊摊手，想啥呢？他还真敢想。我跟彤彤好着呢，这次叫你来，是让你别再招惹彤彤，她是个单纯的女孩，经不起你的欺负。周泽峰说完，就给她一个方盒，里面都是曾经送她的礼物，不多不少，正好是他送的数量。先出轨的是你，把我的东西还给我，这算不上是补偿吧？唐青书一撇嘴，鄙夷地朝他翻个白眼。周泽峰，除了这些东西，我借给你的钱也该还了吧？连本带利，不多不少7万。你，好吧。周泽峰只想快点处理完这事，童希彤已经好几天不理自己了，能用钱解决的事，那都不叫个屁事。更何况，这钱本来也就是唐青书的。奢侈品店门口，唐青书刚走出来了，就接到陆家胜的电话，他笑着接了。哥，你是想我了吗？他嘿嘿的笑声让陆家胜不自在了，轻咳一声，才说，你约我吃午饭，现在在哪呢？这么口无遮拦的人儿，还能叫个女孩子吗？他有脸说，他都没脸听了。我刚给你买完礼物，
马上就到。挂完电话，唐青书就打一辆出租车，直奔两人约好的餐厅了。他光顾着挑礼物，竟把这么重要的约会给忘了，满眼满心都是焦灼。哥，送你的。唐青书笑嘻嘻地递给他一个礼物袋子，光看牌子就价格不菲。陆家胜微愣，他不是家里破产，又被前男友骗走所有钱，还舍得给自己买贵重的手表，难道他真失忆了，才会把他当哥哥来依赖？貌似不便宜，你还真舍得花钱。唐青书笑着凑近了他，一脸的真情。哥，就冲你替我出头这事，我就算倾家荡产，也心甘情愿。说完，他傻憨憨的一笑。作为回礼，这个给你。陆家胜第一次给女人送礼物，竟是一张信用卡，不过没限额，就很够诚意了。谢谢哥，你最好了。唐青书感动得眼泪汪汪，看他的眼神，难掩一股子痴心妄想。作为回报，他是否该再主动一些呢？回答自然是肯定加必须了。老板，外面风言风语传得不堪入耳了。张秘书来送冰美式，顺带汇报一下工作，正巧看到手腕上的新手表，一双丹凤眼都险些被亮瞎了。某人，这个唐青书为了攀上豪门，还真舍得下血本。果然没有外表那般的单纯善良，心机够深的呀。你说的对，一个女孩子闯荡社会不容易，我是不能不理不管。陆家胜看着手表，嘴角不自觉上扬了。这是自己第一次收到礼物，还真有些感觉怪怪的。老板，我有说过吗？唐青书明摆着想拿你当冤大头，想找一张长期饭票。你说好的只是提防他，咋的现在就变态度了？老板，您不会看上他了吧？不能吗？陆家胜抿一口冰美式，翘着二郎腿，慵懒地望着张秘书，看似平静，却有些不耐烦了。不是不能，是没这个必要吧？你是商业大佬，他呢，最多年轻貌美，其他的就根本不匹配。老板，新公司正准备上市，这么闹下去，可能会亏掉不老少钱。张秘书说出后果的利害轻重，而陆家胜只是眉头一挑，他爸爸正在外地，可能会遇到一些麻烦，你帮着协调一下。还有，你一个单身狗，没资格教我如何谈恋爱。陆家胜望一眼窗外，夕阳西下，外面的景色十分柔和，正如自己的心情，安定而又渴望。他是个商人，喜欢金钱的积累，但恰恰某人的出现，让自己改变了态度。或许有温度的生活才是人间理想。不得不说，被需要的感觉并不坏。某日，一个凉爽的傍晚，唐青书忙活一下午，才在晚饭前准备好了要吃的食材，还有醒好的红酒。为了今晚的晚宴，他可是费尽心思。这么丰盛，我还是头一次知道张姨会做这么多菜。陆家胜从外面回来，身上有一丝的酒气，与古龙水味混杂，竟意外有些好闻。而唐青书只是看他一眼，懒懒的又低垂下头了。说好的一起吃晚饭，看来是白费了。哥，是我做的。对不起，今晚的工作，哥哥真的推不掉。陆家胜将一个首饰盒殷勤地递到他面前，唐青书瞅一眼后，直接无视了。礼物不是他想要的好吧？他们同居快3个月了，他的脾气秉性，难道他还不清楚吗？你不是我哥，
他使性子地撇清两人的关系了。陆家胜眉头一蹙，往他身边挪一挪，低声细语地哄道：“唐青书小姐，我是陆家胜，初次见面，请多指教。”你真的要跟我划清界限？唐青书瞪着眼，伤心欲绝地问。他刚说出的狠话，这会竟秒后悔了。看来先爱的那一个人，注定是悲催的结局呀。正应了那一句，他想跟他谈朋友，而人家却只当他是妹妹，真是挖个坑把自己给埋进去了。陆家胜用修长指尖在他精致的脸上轻刮一下，竟触到一滴泪水，让他瞬间不淡定了。你哭了。唐青书拭去眼角泪水，缓慢地凑近着他，直至将人逼到沙发后背了，才肯罢休。两人贴得很近，他微微嘟嘴，无意间就让两唇相碰了，薄唇的微微凉意如电流穿过身体，让唐青书脸颊微红起来。哥，我们不是亲兄妹，对吧？他问得多此一举，但就想看他的反应。两人在相处当中，他一次次的愉悦，撩拨着某人的理智，就不知陆家胜的态度与他是否相同。他声音低哑地回答：哥，那你有喜欢的女孩子吗？他再度试探地问。陆家胜被这么一问，脸颊红到耳根子了，清下嗓子，才凑近他耳边给出答案：喜欢你这个妹妹，算不算？他摆明不想捅破那层窗户纸，不是不想，单纯的想逗一下这丫头。哥，我敬你一杯。唐青书心想，酒后吐真言，他现在就要听某人的心声。喝完这杯酒，就不许再生气了。唐青书笑嘻嘻地点头。他不光不生气，还会心里雀跃，也说不准。一瓶红酒被喝完了，唐青书用手在他眼前晃了下，见他反应迟缓，才笑呵呵地凑近说：哥，你喝醉了。只要你高兴了，哥哥喝趴下也愿意。陆家胜深邃的眼透着些许的宠溺，还伸手抚上他的鼻尖，低哑地问：那你能扶哥哥回房睡觉吗？唐青书捣蒜般的点头。他憋着得逞的笑意，搀住他的胳膊，两人往卧室走去。男人被人惦记久了，也是一种危险呢。陆家胜被扶到床上，微闭着双眼。唐青书觉得机会绝佳，凑近吻上了性感的薄唇。若刚才算是意外的意外，那现在就是他蓄谋已久的甜头，还掺杂一丝的兴奋。在关系不清不楚的时候，是最让人痴迷的。唐青书竟然爱上这种有意无意撩拨哥哥的感觉了。你在干嘛？陆家胜猛地睁开眼眸，抓他一个正着。唐青书嘿嘿的一笑：哥，你嘴唇太干，要不要喝杯蜂蜜水？他内心却慌的一批，某人的薄唇非但不干，是那种冰凉的温润，让唐青书花痴劲又上头了。亲完就想走，你当我什么人？陆家胜掐住他的尖下巴，让两人不得不对视了。我当你是我哥呀。他大言不惭地笑着说。陆家胜眉头一挑，低沉地反问：有谁对哥哥又亲又撩？唐青书，你还真有脸说呀。他一个力度翻身，将人儿给压在身下。唐青书主动搭上他的脖子，另只手抚上喉结，胆大的举动丝毫不掩饰他的狼子野心了。我去刷牙。陆家胜一个抽身，逃离他的魔掌了。哥，你不会还没亲过女生吧？某人淡定地靠在门框，云淡风轻地望着正在洗脸的人儿。
亲过林夕，吻过朱静，还有好多都不记得了。陆家胜额前发丝在滴水，又帅又玉，还步步靠近着唐青书，指尖挑高下巴，气氛正好时，他竟突然扑哧笑了。哥，那个保安队长林夕，纯纯的假小子，你真的吻过他？想不到陆家胜的口味这么奇特，他几步就将他抵在门框上，渐渐地逼近，让唐青书倒抽一口凉气，不过心底却也是激动的，微闭双眼，等待着某人的亲近。哎呦，他等来的竟是一个暴力，雪白的额头透着红色，疼的眉头都紧拧在一处了。喝醉了就好好睡一觉，别再贪玩。他意有所指地说。陆家胜见他不语，来一个摸头杀后，转身就往卧室去了。他体内一阵的燥热还未消退，窗外就开始电闪雷鸣，让屋里的空气更加压抑了。哥，好巧啊！唐青书处在他的门口，刚巧与准备去洗冷水澡的他撞个满怀。陆家胜怕他摔倒，掐住了纤腰。唐青书，以后你得戒酒，不然这酒疯耍起来能要人命。今晚注定是让他难熬的一夜。哥，我怕打雷。他委屈巴巴地望着他。我去叫张姨陪你睡。陆家胜轻咳一声，让自己尽量保持淡定。不过某人在怀里，竟格外的不安分起来，双手环住窄腰，头靠在厚实的怀里，就有那么点让人上头。哥，过去打雷的夜里都是你陪我睡的，今晚也是如此，对吧？他怯生生地问。陆家胜身子一震，想要推开，却被他拽着手就往大床走去。哥，你也别多想，最多把我幻想成未来大嫂，我是不会介意的。空气冷到极致。嘿嘿，我开个玩笑。哥，你千万别紧张，咱俩各睡各的，我发誓不会占你便宜。唐青书举起的双手被陆家胜握在了手心，加大力度的捏一下，才悠悠地说：你在挑战我的极限吗？他无辜地摇摇头，装傻充愣。唐青书是手到擒来。哥，咱俩既然不是亲兄妹，男欢女爱也不犯法吧？唐青书这话是趴在他耳边说的，话音刚落，陆家胜就拦腰将他抱起。我给过你逃走的机会，你非要试探，我只能自证清白了。两人重重地跌进了大床里，之后的事只能用意料之中的妙不可言来形容了。哥，我喜欢你。唐青书还想煽情一把，竟被冰凉的唇封住了呼吸。他笑着环住了脖子，主动迎合起他的温柔攻势。今晚注定是很不同的一晚。哥，你喜欢我吗？一阵的欢愉之后，唐青书腻歪在他怀里，低低地问。他直白地摇摇头。喜欢，未免也太肤浅了。若不是放在心坎，他都不会让他这么嚣张的为非作歹。不喜欢，那我这就走。唐青书脸色一变，就起身要下床，被陆家胜翻身强势地压在身下了，用指尖捏一下小巧的鼻尖，才低沉地说：29年以来，你是第一个敢对我又亲又抱，直接拐我上床的女人。见他嘿嘿地笑着，陆家胜在他粉唇印上一吻，浑身都是汗，起来去洗澡。那你抱我？唐青书不害臊地朝他张开双臂。在两人的相处中，他从来不吝啬主动，毕竟像陆家胜这样的禁欲男，浑身散发着抗拒和不要靠近，唯有他这样的死缠烂打，才能拿捏了他。他唯有觉得骄傲极了。唐青书，
你不撩拨人浑身难受，是吧？”虽嘴上嫌弃，但他还是将人儿抱在怀里，薄唇微扬，笑得一副不值钱的样。哥，你少得了便宜卖乖，你敢说自己一点不心动？你分明早就心痒难耐了，好吧？多亏有我。未免说出更直白的话，陆家胜用唇封住了后面的话，只要有他在，不想开车都难。不过他似乎乐在其中，不想抽身了。难怪自己单身29年，一向把女人看作蛇虫猛兽，或许只为了等他吧。某日清晨的第一缕阳光，唐青书照例在他身边占尽便宜，才笑呵呵地说：“哥，我发觉你越来越神采奕奕了，看来我把你照顾得很好。”对于一个四肢退化的人儿，也好意思说照顾别人。陆家胜温柔地封住了他的粉唇，许久才分开，两人都有些气喘吁吁了。这是一套房子钥匙、车钥匙，把这个给叔叔。爱屋及乌，陆家胜是学到精髓了。哥，你最好了，我好爱你。唐青书只觉得一切都太幸福了，与金钱无关，是那种被爱在心坎的感觉，让他上头到有瘾了。我要回老宅几天，你安分一点。他不放心地说。哥，你放心好了，在你回来之前，我一定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，把自己照顾得妥妥当当。某人拍着胸脯的夸下海口。陆家胜来不及用早饭，就匆匆出门了，说是老爷子一直打电话催。然而他在临走之前，却是给唐青书做的早饭，完美的体现了急死别人，而他稳如泰山。他对唐青书的宠爱，估计连自己都惊讶了。几天后，门铃响了。唐青书兴冲冲地去开门，来人竟是几月不见的父亲。爸，怎么是你？他明显有些失望。爸这次不辞而别，你不能还在生气吧？唐爸爸自知愧对女儿，这会儿只想一个劲的挽回。爸，喝茶。唐青书放下茶杯，静静地坐在沙发里，一副失魂落魄的样子，让唐爸爸不禁叹气：“青书，跟我回家吧，咱们公司保住了，你不用再寄人篱下，从今往后，你还是无忧无虑的富家女。”爸，我不想走。他跟陆家胜在谈恋爱，才不舍得回家呢。那好吧，爸爸不勉强你，不过你要是受了委屈，记得回家。送走了唐爸爸，唐青书只想洗个热水澡，舒缓一下心情，不然真会相思成魔怔了。又是3天过去了，唐青书受不了，每天只视频通话，决定去陆家老宅捞人。他开门的瞬间，竟发现一个女人正堵在家门口。你是？唐青书狐疑地问。这是高档别墅群，不会有人贩子敢在这拐人吧？我叫胡盼宁，是陆家胜的女朋友，能请我进去坐坐吗？进来吧。唐青书给他泡一杯花茶，趁机打量了一番，美是挺美，就有点过于张扬妩媚了。不过一句女朋友，还是让他心里吃味。难怪某人乐不思蜀，原来是犯了男人都会犯的错。胡小姐，你来找我，有事吗？胡盼宁微微一笑，唐小姐，我也不绕弯子了，今天过来是想跟你聊聊陆家胜。唐青书点头，让他继续说。我这几天都在陆家老宅住着，而陆家胜之所以没回来，是他不想再见你。你假装失忆，赖在他身边的事，陆家胜已经都清楚了。
唐小姐，我劝你一句，要是不想被赶走，你还是早早离开吧。我猜你被拒绝了吧？胡盼宁平淡地笑笑，那又如何？他是拗不过老爷子的，我可以不要他的心，只要他人在我身边就 OK 了。而你可以守着对他的真心，我丝毫不介意我的丈夫被别人惦记。唐青书目送着他开车离开，跟张姨知会一声，也气鼓鼓地出门了。这一走就是音讯全无。既然他可以相亲，那唐青书就直接闪婚好了，拿着他送的房子和车，嫁给别的男人，应该是最膈应人的。一家老的咖啡厅，午后的斜阳透过玻璃照进屋里，正好打在唐青书的脸颊上，十分的耀眼夺目，还有几分柔美的感觉。赵医生，那我就长话短说，我想找个好男人结婚，而你就是最好的选择。你要是也同意，我们可以现在就去扯证。看来你很急。赵宇安抿嘴一笑，十分的绅士而有涵养。我跟陆家胜有过一段，你不会介意吧？他实话实说地问。他笑着摇头，敢问谁的新欢不是别人的旧爱？唐小姐，我很喜欢你的个性，你的建议我接受。若不是两人预谋好的一场戏，早知结果，他还真想假戏真做了。虽然是朋友，但唐青书的可爱有趣确实让他着迷。我不同意。陆家胜踹门进来了，不需要等他们开口，他就抱着他径直走向门外的豪车了，将人儿丢进副驾驶，猛踩一脚油门就扬长而去了。停车！唐青书绷着脸冷冷地低吼，这分明是只许州官放火，不许百姓点灯。他既然能商业联姻，那他也能闪婚嫁人，自己就要一个惊心动魄。陆家胜猛踩刹车，车子强行停在路边了，车内的气氛也跌至到了冰点。你不要命了？被吓坏的唐青书忍不住低吼。我只是听你的话。陆家胜轻揉一下太阳穴，这些天他可谓是身心疲惫，不光周旋着老爷子，还要忍受对他的思念，真是度日如年。而他呢，竟趁着自己不在，想着勾搭小青年，就有点狼心狗肺。我要回咖啡厅，你把我原路送回吧。他压住怒火，低声指挥着他说。唐青书，你死心吧，除了我，谁也不敢要你。他的女人谁敢碰，那就是找死的节奏。就算是医正世家，他照样也不惧。那就是说，你可以朝三暮四，娶妻生子，而我只能守着你，一辈子守活寡呗。这是什么强盗思维？他偏偏不想遂他的心愿。你都知道了。他惊讶地说。不然呢？没有不透风的墙，更何况你们俩是青梅竹马，而我又欺骗了你，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，家世一时高攀不起。陆家胜，我自己识趣离开，你难道也要报复我吗？他越说越委屈，到最后直接哭起来了，眼泪汪汪的可怜样，让陆家胜眉头一皱。唐青书，我可以理解为你这是在吃醋吗？不可以。他用手将两人撑开，原来最远的距离才能更看清一个人。那我证明给你看。陆家胜背过身去，就开始脱上衣，被鞭子抽打的痕迹历历在目。虽然伤口结痂，但还是让唐青书心里咯噔一下。你被胡盼宁打了，还没结婚就对你家庭暴力，看我不抽死他！说着，唐青书就要下车，
竟被他一把拽进怀里，嗅着久违的独有体香。陆家胜眼神变得更深了。你这小脑袋就只会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吗？胡盼宁只是老爷子安排的相亲对象，根本就没见到我人。而且我后背的鞭伤足以证明我的真心，你说呢，我的假妹妹？你都知道了。他尴尬地笑了。陆家胜笑着点头，我在医院就知道了，只不过舍不得揭穿你。你闹这么大动静，不会是怂了吧？嘿嘿，这都被你识破。陆家胜，你说你就不能傻一点，也好让我把戏演完了，这么半途而废，一点都不好玩。唐青书有些意犹未尽地叹气起来。不过当他看到某人的厚实胸肌，两眼放光，直勾勾地盯着瞧，一点也不想避讳。他看自己的男人，想看多久就看多久，永远也不会看腻。想把戏演完呢还不简单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车子终于又飞驰在马路上了。哥哥，你不会要把我迈进山沟沟里吧？唐青书将手伸出车外，边晃边笑着问。陆家胜抿嘴一笑，我可没你这么多花心思。你爸，我岳父已经等在民政局了，要不要下车，你说了算。车内安静了几秒，唐青书才憋不住的一脸深情地望着他，你休想把我踹下车。哥哥，我这辈子赖定你了。在绿茶这条道上，他好像越走越爱了。全剧终。